当龙傲天男主被杀手盯上后，他会选择怎么做？是冲到杀手面前用超强的实力碾压他们，还是反手去端着杀手老巢？10年资深社畜经验的玉丝决定转身就跑。发现自己上了暗杀名单之后，玉丝刚离开回暖的利克亚尔德，在前台小姐的推荐下，准备前往出产魔兽护具的波基尼亚。在被杀手盯上的时候，玉丝的史莱姆也同样盯上了他们。白毛迫不及待的想要动手，被紫毛用恐怖的眼神强制制止。玉丝只是可能需要暗杀名单中的人，而且冒险者的突然死亡会引起冒险家公会的注意。杀手潜伏在暗中，准备监视他一天。如果发现他没有不会的教会造成威胁，就放过他去找下一个暗杀目标。殊不知他们的情报早就被玉丝掌握了。虽然解决这2人小菜一碟，但玉丝也不想因此被那个邪教盯上，于是他决定开始装弱，让对方认为自己只是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魔术师。到达波基尼亚后，玉丝带着史莱姆走进了全城最好的魔兽护具店，然后因为没钱被店员赶了出去。走在路上撞到一个男人，被吓得急忙道歉。来到摊贩面前，因为没钱连食物都买不起，于是召集史莱姆让他们去捡零钱，然后到酒吧买醉。虽然玉丝已经尽可能的表现得窝囊，但警惕的紫毛还是决定再观察他一阵子。演戏就要演全套，玉丝来到工会接下狂奔牛的讨伐任务，打算给他们看看自己的实力，如果轻松打倒敌人就会显得他很强。于是玉丝这次不打算使用魔法攻击，别忘了他的职业可是魔术师，战斗方式是驯化魔兽进行战斗。玉丝干脆的把白狼推了出来，请吧。一直给史莱姆当跑腿的白狼根本没有独自战斗过，一见红牛撒开蹄子朝他奔来，吓得闭眼睛一通乱撞，结果红牛居然就这么倒下了。白狼傻眼了，啥？这是我打倒的？然后猛地想起，对哦，他之前很强来着，只不过初出茅庐就遇上了玉丝，还袭击未遂，被捆成粽子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求玉丝不要杀他，然后就被收为了跑腿小弟，都快忘了自己之前是干啥的。发现了自己其实还挺强的之后，白狼战斗力高涨，3两下就打倒了剩下2只红牛。拥有实力如此强大的魔兽，暗中监视的杀手对玉丝提高了警惕。玉丝一看情况不妙，于是偷偷给红牛加了治疗。红牛再次支棱起来扑向白狼，却没想到白狼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情绪高涨的不得了。玉丝反手给红牛加了魔抗和物抗双层增益，帮助敌人坑死队友，结果不小心强化的过头了，红牛就跟变异了一样，一头撞碎了小山，追着白狼到处乱窜。一看好像玩过头了，玉丝也想给白狼加个同样的 buff， 但被对方断然拒绝。这是魔兽之间关乎尊严的战斗，他不许任何人插手，他可是孤傲的狼中之狼。白毛浑身膨胀，暴露出尖牙，咆哮着冲向红牛。终于在一番苦战之后，打败对手，捍卫住了自己的地位。杀手一看，面对这种程度的对手，居然需要苦战到这种程度，这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于是放下了警惕。瘫倒在地的红牛突然睁开眼，转身就朝玉丝冲来。玉丝下意识地召唤出了大宝剑，顺手把红牛砍死之后，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自己好像暴露了。他愣在原地，紧张地等待杀手对他的评估。杀手也没想到玉丝居然还能召唤剑进行战斗，2双眼睛死死盯着玉丝。或许是他之前的表现太过废柴，杀手最终认定玉丝只是个普通的魔术师，对他们没有威胁，放弃了对他的暗杀。玉丝这才松了口气，刚想召回跟踪的史莱姆，就听见他们在商量下一个暗杀对象。将玉丝没有威胁的事报告给了教会之后，他们接到下一个任务，调查被净化万物之火毁灭的梅西亚村，并杀了修泰伊尔祭司。这个祭司正是在蓝龙危机时送了玉丝短剑的那位。这下玉丝可不能坐视不理了，杀我可以，杀别人不行。于是2个倒霉的暗杀者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史莱姆冻成了冰块。第2天，玉丝再次来到护具店铺，伙计一看到穷鬼还想给史莱姆挑选护具，立刻脸色不善的要赶他走。店主盖格尔在观察过史莱姆之后，惊讶的瞪大了眼睛，训斥自己的儿子不长眼。这可是目前上门的客人中最厉害的一位，可惜店里并没有这种强度的魔兽护具，虽然可以特别定制，但就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玉丝的魔兽实在太强了，他们店里现有的材料无法达到护具的理想水平。儿子一位老爹在说笑，他们可是只史莱姆哎，只看魔兽单个一体当然不强，但魔兽的力量和魔兽史是一体的，只要和玉丝在一起，他们就是最强的魔兽。因为力量太强大，普通的护具难以承受，除非能有更加强力的材料。说着，师傅拿出了小火龙的宝珠，这是10里8乡能找到的最好材料，但就算是小火龙的宝珠还不够，必须要比小火龙更加厉害的小蓝龙的宝珠。不远处的火山旁栖息着不少小火龙，只有少数小蓝龙混在其中，而且实力非常强大，就连擅长讨伐小火龙的队伍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只要有小蓝龙的宝珠，师傅就能立刻做出强力的护具。玉丝表示这事儿还不简单，还顺便问了一下这里有没有大火龙，肯定是有的，但这么多年没人成功讨伐过大火龙。你说你没事给主角立什么 flag， 明天就把大火龙脑袋摆你家门口。
玉丝来到冒险者公会，接下了厚厚一沓讨伐小火龙的任务。反正不管多少只，他都可以用魔法轻松解决。但前台小姐姐却告诉他，魔法对小火龙无效，因为包住的加持，小火龙对魔法有很强的防御力，而且有坚硬的鳞片护体，物理攻击也很难伤到它。唯一的弱点就是水，对着小火龙猛灌10几升的水就能打倒它。难就难在如何搬运大量的水。如果用魔法的话，就需要大量的魔力转化成水，根本没人能做到。雨丝淡定地表示自己很擅长魔法。紧接着，前台又拿出了食人鱼的悬赏，要到达小火龙的栖息地，就必须渡过一条生活着食人鱼的河流，非常危险哦。雨丝说哦，顺便把食人鱼的委托也接了。火山是一座活火山，雨丝担心火山会突然爆发，史莱姆们自告奋勇地表示他们去问问，然后带来了一只火焰史莱姆，当然火史莱姆也成了他们的伙伴。雨丝来到潜伏着食人鱼的河边，据说食人鱼会潜伏在水下进行攻击，但史莱姆们却没有感受到魔兽的气息。虽然想要直接下水找，但是史莱姆们并不会游泳，于是雨丝用魔力将史莱姆们织成了一张大网，捕鱼一样撒到水下，这一下水下的情况就能看清楚了。这时史莱姆发现河底的深处有一个黑漆漆的洞穴，于是就跳进去了2只查看。没过一会儿，一只巨大的食人鱼就被引了上来，张开恐怖的大嘴朝他们咬下，史莱姆网将它牢牢地捆住。雨丝猛地一收杆，食人鱼被拉到了空中，挣脱束缚，朝着雨丝张开血盆大口。雨丝立刻使出冻结魔法，将食人鱼冻在了冰块里，却没想到食人鱼居然冲破了冰块的束缚。雨丝不得已只能把它变成了烤鱼，想给你留体面的拳师还不要。解决了食人鱼之后，雨丝继续朝着火山进发，不知不觉收服了好多火焰史莱姆，眼前也渐渐出现了小火龙的踪迹。雨丝有些奇怪，因为这个时候史莱姆通常都会通知他遇上魔物了，但今天却害怕的抖个不停，因为在史莱姆的认知中，小火龙是一种可怕的魔兽。没办法，只能雨丝自己上了，对着一只倒霉蛋狂浇冷水，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小火龙浇死了。一颗宝珠从他体内掉了出来，见小火龙居然能被这么轻易打败，史莱姆们也不再害怕，就这种弱鸡，他一拳能浇死3个。在史莱姆的努力下，雨丝轻松干趴了这一片所有的小火龙，并且发现了稀有的小蓝龙。话说这龙不是紫色的吗？为什么不叫小紫龙？看上去就比普通小火龙要强不少。雨丝指挥10只史莱姆将小蓝龙团团围住灌水，而小蓝龙仍然生龙活虎，而且快速降温的冰结魔法也不管用。既然如此，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雨丝让史莱姆集结在一起，10层冻结魔法叠加，总算是把小蓝龙给冻死了。一颗大大的宝珠滚了出来，史莱姆高兴地吞了小蓝龙的尸体，继续到火山周围霍霍其他小火龙。到了晚上，委托的220只小火龙全部完成，还顺便打倒了食人鱼，前台小姐姐都惊呆了。而且食人鱼平时都会在水下等待猎物，从来没听说过会躲起来的。为了以防万一，小姐姐签了一个魔兽异动的紧急调查票。晚上，玉丝回到店里，拿出2颗小蓝龙的宝珠，顺便将顶级小火龙的宝珠堆满了桌子。打了鸡血的老板很快就给白狼和史莱姆做出了护具，戴上护具之后的移动速度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上了强化之后更是10倍速的增长，而且护具也没有损坏的迹象。玉丝又做了魔法测试，威力瞬间放大了好几倍，夸张的效果让老板下巴差点掉下来，护具也无法承受这种强度的魔法。如果想要做出最厉害的护具，必须要用大火龙的宝珠，但大火龙平常都潜伏到火山的岩浆里，偶尔才会露个面。此时留在火山上的史莱姆突然发现那些小火龙开始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回想起之前的几次事变，玉丝立刻让白狼和史莱姆前去查看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果然有2个人正背着行囊往火山上走，地面突然剧烈的摇晃着。玉丝打开窗户一看，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